所以这份路线图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了啊。但是呢，日常生活呢其实并非完全按照检查的时间表来运行的。我们有在2次关键检查之间的这个漫长的时光当中啊，其实身体也难免会发出一些小的信号，比如说这个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运动的时候，这个关节的弹响。比如说一些短暂的这个体位性的头晕啊、头疼啊，或者是偶发性的这种腰背的酸痛啊等等，这些其实也是我们经常日常不得要去面对的这种实际的一些困惑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哪些信号是需要我们立刻去启动影像检查的警钟，哪些呢又是可以通过日常我们这个7分养就够了，我们就可以来观察它、缓解它来获得这个相关的提醒。这个分寸怎么样去把握，其实这个是我们日常焦虑的主要来源。对，这个吧，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健康自我管理之中非常具有挑战性，也特别需要我们自我的一个智慧。这块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套非常简单、非常实用的一个身体信号识别和应对的一个框架，希望也能为我们手中这个健康自查参考指南。我们可以将我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分为2部分，一部分叫做红旗警报，或者说另外一部分叫做黄旗提醒。我们拿红色和黄色来区分啊，红色就叫做警报了，黄色的叫做提醒。那么它的对应的策略是截然不同的。用颜色来区分的，非常的直观了哈。那我们就先来谈一谈这个红旗警报，显然听起来就更严重一些了啊。那需要我们去紧急的处理它，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哪些信号是需要我们毫不犹豫立即采取行动的？对，红旗这个警报一旦拉响啊，就是指的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我们必须要立即尽快求医的这么一个强烈的信号。那么通常我们指的是几个关键点啊，叫做突发的、剧烈的、新发的、进行性加重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就往往意味着可能存在我们这种叫急性进展性的一个器质性的一个改变。那具体的这个疼痛的方面怎样的疼痛特征我们要把它视为红旗的警报，它对应着什么样的一些危急的病症？好，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说突发、剧烈、持续不缓解的这种头痛，这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感觉到最大的一次头痛，有一种像爆炸一样、雷击一样的一种头痛，而且还伴随着我们有呕吐、颈部僵硬、意识改变。那么这块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可能会出现了脑出血的这么一个症状。脑出血也是我们红色警报里边的最大的一个提醒吧。那么我们就要紧急的立即去就医，要排查 CT， 要排查头颅 CT。那么刚才我们还提到了这个心血管系统。心血管系统里边有一个，咱们说胸部或者背部，尤其是左胸啊，以左胸左背部为主，有一种叫撕裂样或者叫刀割样的那种疼痛和背痛，这块就指向着我们说什么会不会有主动脉夹层、有心梗。那么这类患者可能会大汗淋漓，然后会有一种濒死的感觉。那么这块也提示我们一定要赶快就医，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千万不能再等了。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腹部来讲，比如说我们说腹部有这种剧烈的刀割样的疼痛，包括有腹部的僵硬。我们经常说一个概念叫板张腹。板张腹就像腹部就像一个大板子一样，摁都摁不动。那么这块就提示我们腹部可能会有一些急症发生了，我们也要赶紧去医院，要做一个腹部 CT 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排查。所以以上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日常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的非常非常紧急的这种情况。那还有哪些除了疼痛以外的非疼痛类的这种红旗信号？比如说疼，这个我们难以忍受，我们可能真的就会有主动去求医的这个诉求了。但是有一些其实它可能非疼痛类的，您也帮我们介绍一下。对，就这种吧，刚才咱们也说了，是需要一个智慧的一个辨别吧。对，就是说我这2天头痛，但是呢，我好像又没那么重了。但是我们说的这个红旗信号在这块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是进行性的一个加重。也就是说，我今天疼，我明天更疼，后天更疼。那么这块就要提示我们，就是说，随着它的这个感受的范围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重，那么我们要考虑，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红旗的警报了。再比如说我们出现
刚才咱们提到的叫脑卒中哈，比如说我们突然间口齿不清了，我们想说话说不太明白，哎，然后我们的这个口眼歪斜了，或者视物模糊看不清了啊，一侧肢体无力，然后走路不太稳了，或者甚至我们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也是一定要紧急就医，要做一些必要的影像的检查。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做CT， 有的时候根据我们的位置，或者说要做一些磁共振的一个检查。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了外伤，有的时候骑这个电动车呀，或者说有这路上出现了一些意外啊什么的，如果我们头部因为外伤受了一些这个创击或冲击以后啊，出现了意识的障碍啊，烦躁，包括我们又反复的提到，就是说喷射性的这种呕吐，包括我们的这个耳鼻啊流出一些水样的液体，那我们可能说叫脑脊液啊，那么这块也提示我们一定要判断是否有这个颅内的骨折、颅内的出血，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及时检查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后果。那么再有一种就是说，不需要不明原因啊，不需要这个短期显著变化的，比如说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再举一个腹部的例子吧。比如说一个成年男性，他在短期内1到2个月突然间暴瘦。我也没有说刻意的去减肥啊，或者说去怎么样体重管理，突然间就消瘦，突然间消瘦，然后我呢，排便的这个习惯还改变了，出现了一些便血呀，或者说排便的颜色的改变，这提示我们就是说，可能腹部是不是有一些病变发生了啊？还有就是，比如每天我们照镜子，观察一下自己皮肤有没有颜色的改变，眼球有没有突出，这块也都是咱们其实老百姓其实都理解的一些病变，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些病变，赶紧就要去这个医院进行相应的影像学检查。明白了，这些都是我们红旗警报的一个需要去敲响警钟的一些信号啊，它也让我们时刻的保持警醒，要关注我们的身体和它的一些信号。那它们的核心特征呢，就是不容等待。对，这个红旗警报啊，是身体拉响的一个最高级别的一个警报了。这会儿我们千万不要再等待，更不要说我们自行用药，或者说我们通过热敷啊、什么冷却呀，赶紧就是说我们自己去解决。甚至现在也不要说我们上网求助一下 AI， 我们去怎么去解决，让 AI 给我们诊断一下，千万不要这样。咱们这个老年朋友一定要打电话急救，而且要去最近的医院要去就诊。这样的话，影像检查在这一刻就可以帮助医生来快速的看清问题，制定我们的抢救方案，这也是我们救命非常关键的一步。对，确实是啊，这都是日常生活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提醒。